医生发现一个让人惊讶的规律，每天晚饭后愿意出门走一走的人，坚持不到半年，身体往往会悄悄冒出4个喜人的变化：血糖更稳了，双腿更轻了，觉睡得更香了，连心情都跟着开朗起来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件事不用花1分钱，也不用办什么健身卡，只要饭后挪动双脚就行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会？每天吃完晚饭，最顺手的动作就是往沙发上一靠，随手摸起手机刷视频。明明肚子撑得很饱，人却觉得说不出的乏，眼皮重得睁不开，满脑子只想闭眼歇会儿。可怪就怪在这儿，在沙发上瘫了大半个晚上，等真到了该上床的点，人躺下去反倒来了精神，翻来覆去合不上眼，脑子清醒得很，还忍不住东想西想。其实这真不是身子骨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而是不知不觉掉进了一个藏得很深的生理圈套。想跳出这个圈套，办法简单的有点不像话。不掏钱不费劲，只要在晚饭后歇上20分钟，换一双跟脚的平底鞋，出门随意溜达，要不了多久，身体就会回报你一连串想都想不到的好处。这事只要做对了，不光能摁住饭后那一波血糖，让又酸又胀的腿脚松快下来，还能顺手化掉憋在心里的烦躁，甚至帮大家省下一笔跑医院的开销。先说说饭后拉股泪劲，很多人一吃饱就只想躺，其实这多半是身体放出的假信号，医学上把它叫做大脑的假性疲劳。不少人想不通，白天又没干什么重活，怎么一吃完饭就累得像跑了好几公里？这其实跟血液的分配有关，饭一下肚，胃就得调来大批血液帮忙消化，全身的血都往肠胃这边赶，这样一来，送到脑子和手脚的血就少了。大脑稍微缺点氧，立马发出犯困的信号，催着你赶紧躺平。可你要是真听了他的话，一头扎进沙发不动弹，胃的负担反而更重，血流转得更慢，本该排掉的废物全堵在身体里，结果就是越躺越沉，越躺越没精神。60岁的王阿姨就吃过这个亏，她从前是标准的沙发一族，晚饭晚一推，头一件事就是躺着看剧、刷手机。他总觉得忙活了一天家务，累了就该好好歇着。可结果呢，消化老是不顺，到了夜里11、2点，人躺床上照样睡不着，脑子像放电影一样，白天的鸡毛蒜皮一遍遍倒带，心里越想越烦。后来医生给他支了一招，王阿姨从此把手机撂在家里，饭后先在客厅安静坐20分钟，再换上软底鞋出门慢慢走。头几天她腿沉得像绑了沙袋，走得特别慢。可咬牙走过10来分钟，他惊喜地发现，那股昏沉沉、提不起劲的感觉竟然不知不觉散了。走满20分钟回到家，人不但没更累，反倒浑身清爽。更让他乐的是，那天晚上他一沾枕头，没10分钟就睡踏实了。道理就在这儿，慢走把堵着的血液循环重新带动起来，这是一种很温柔的主动休息。2条腿一前一后迈开，肌肉一收一缩，血就被推着流向全身，脑子的供氧补回来了，那点假累自然一扫而光。对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，干躺着压根缓不了乏，只会添堵。主动迈出门才是让身体重新有劲，把失眠赶走的天然好药。除了治乏解困，饭后走2步，在管血糖上也有他独到的本事。很多人一提降糖，脑子里浮现的就是大汗淋漓的猛练，或者把自己饿得不敢碰主食。可新的医学研究给了个让人意外的结论，吃完饭哪怕只是站一站，或者轻轻挪上3、5分钟，饭后那一波血糖的起伏马上就开始往平里走。56岁的刘大哥就用自己的身子骨验证了这一点。刘大哥外表看着挺壮实，空腹血糖一直规规矩矩，可只要一测餐后2小时，数字就直往上窜，能冲到11.4。平时晚饭一下肚，他就觉得2条腿格外沉，夜里小腿又热又麻，翻来覆去睡不安生。后来在医生的提点下，他改掉了饭后一屁股坐进沙发看电视的老习惯，每天晚饭后雷打不动先坐20分钟，然后顺着小区外的便道慢慢走半个钟头。刚上手那阵确实觉得没劲又枯燥，可一想到血糖，他还是顶住了。过了大半年，刘大哥再去复查，连医生都觉得意外，他的餐后血糖从11.4掉到了8.0。更让他高兴的是，过去那种晚上腿又沉又胀的憋流劲彻底没了，睡眠也跟着好了一大截。背后的门道其实不深，只是常被忽略。
饭一吃下去，里头的碳水被拆成葡萄糖，源源不断涌进血里，血糖噌地就上去了。这时候人要是不动，这些多出来的糖全得指望胰岛素去收拾。胰岛素要是分泌不够或者不灵敏，血糖就赖在高位下不来，慢慢伤血管伤神经。可只要你迈开腿，大腿和屁股上的大块肌肉就高速运转起来。这些大肌肉就像一块块干瘪的海绵，一边走一边主动把血里多余的糖吸进去，变成自己干活的能量。这过程还用不了多少胰岛素，所以说饭后散步几乎就是最天然最没副作用的降糖法子。脚一动起来，就是在替身体扛代谢的担子。一说到走路，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心里直打鼓，最怕的就是磨坏膝盖。外头总有这么个说法，人老了，关节就跟机器零件一样，磨损了，能省着用就省着用，天天坐着躺着才叫护膝盖。这话听着在理，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。67岁的孙大爷就在这上头栽过跟头。孙大爷年轻时出过力，膝关节有点轻微的退化和磨损，一到阴天下雨就隐隐发酸。他怕走路把膝盖磨得更狠，在家能坐着绝不站着，连买菜都全推给了老伴。可天天在屋里窝着，膝盖非但没养好，反倒越来越僵。后来连站起来都费劲，大腿上的肉也明显瘦了一圈。去医院一查，医生一脸严肃地告诉他，天天不动是在催着关节早点报废。听完这话，孙大爷下了决心，他每天晚饭后让老伴搀着，在客厅或小区里慢走1刻钟。起初腿没劲，走得直晃，可他没撒手。几个月坚持下来，稀奇事发生了。膝盖不但没跟疼，走路反倒比从前稳当轻快，大腿的肉也一点点鼓了起来。这里头的硬道理是这样的，人的关节软骨跟别的组织不一样，它内部压根没有血管，没法直接靠血来供养。那它的营养打哪儿来呢？全靠关节腔里那点关节液。你走路活动关节的时候，关节液就在软骨之间被一压一放地来回挤动。就在这一压一松之间，软骨像海绵吸水一样，把关节液里的养分吸进去。要是天天坐着躺着不挪窝，关节液没人去挤去带，软骨就因为长期没营养而饿着，时间一久退化得更快更脆。所以温和又规律的饭后散步，其实是在给膝盖按时浇水施肥。只要姿势对，速度匀，不光磨不坏关节，反而是在养着它，护着它。散步还有一个大好处，跟血液循环和心脏息息相关。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受，一到下午或傍晚，脚踝和小腿就发胀，鞋子像紧了一圈，小腿又酸又困，夜里还特别爱抽筋。有人甚至发现自己腿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一条条鼓出来，这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冒头的信号。会有这些毛病是因为人逃不开地心引力，白天血顺着动脉往全身淌，一路淌到最低的脚底，可要把这些血从最底下重新送回心脏，就得跟重力硬碰硬，这活儿很吃力。要是白天坐得久，晚上吃完接着坐着躺着，没有肌肉帮着挤，下肢的血就回不顺，大量血和组织液淤在腿上，自然又肿又酸，血管压力也跟着涨。这时候小腿肚的特殊本领就显出来了。医学上常把小腿肚叫做人的第二颗心脏。你迈步走的时候，小腿上的肌肉一缩一放，这种有节奏的收缩，活像一台有劲的压力泵，稳稳地压着下肢的静脉。每走一步，这泵就用力挤一下，把堵在腿里的血一股股往上顶，送回心脏。血循环一快，淤在腿上的组织液被吸走，腿肿腿酸的感觉自然就消了，脚底也因为血路通畅暖和起来。到了夜里，下肢血流顺了，肌肉氧气养分都够，抽筋的概率也跟着大降。所以饭后走一走，不只是动动四肢，更是用最朴实的法子帮心脏分担，给全身血管松松绑。身体上的好处说了不少，饭后散步在调心情上的作用同样不能小看。很多人退休以后，日子一下慢了下来，天天闷在屋里，很容易生出一股说不清的焦虑和失落。再加上家里那些洗碗扫地的琐事，两口子成天大眼瞪小眼，常为芝麻大点的小事拌嘴，弄得血压不稳，心里发堵。54岁的周姐就熬过这么一段难挨的日子。退休后，她一时适应不了清闲，整天憋在家里，心里毛毛躁躁。每回吃完饭，一看老伴往沙发上一坐，什么都不干，她就来气。常为洗碗拖地跟老伴吵得不可开交。
每吵一回，周姐就觉得胸口发闷、头晕眼花，一量血压，数字总是忽高忽低。后来两口子都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索性立了个新规矩，饭一吃完就一块儿出门走半小时。一路上吹着傍晚的凉风，看着路边绿油油的树和热闹的街，两个人的心思都被引开了。走着走着，话头就从家里的烦心事拐到了路边的新鲜事，要么就聊起年轻时的旧事。走了1个月，周杰惊奇地发现自己跟老伴斗嘴的次数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，心里敞亮多了，连血压都平稳了不少。这其实有讲究，晚上躺床上胡思乱想、焦虑失眠，是因为大脑皮层在那儿亢奋地反复琢磨，不停把那些不痛快、让人愁的事在脑子里翻来覆去。而傍晚这趟散步可以说是天然的情绪垃圾桶，人一出门把手机撂在桌上，让眼睛去看看周围的景致，大脑就自动切到一种叫默认模式网络的放松状态。这种温和的活动会催着大脑分泌内啡肽、多巴胺这些让人开心的东西，帮你把焦虑清出去。再加上傍晚那变换的光线和身子规律的摆动，还能大大促进半夜里褪黑素的自然分泌，比吃啥贵价保健品都顶用。既然饭后散步这么多好处，那到底该怎么走才又安全又有效呢？这里头的门道，每个细节都得当回事。首先，千万别刚撂下筷子就急着穿鞋出门，饭后马上动，血被硬扯到四肢去，肠胃供血不够，容易闹胃痉挛或者消化不良。最稳妥的做法是，晚饭后先在家安安静静坐着，或者站着歇20分钟，给胃留出消化的黄金时间，然后再迈步。其次，散步压根不用去比速度、拼步数。不少朋友一运动就爱较劲，非要跟公园里的年轻人比快，要么为了冲手机步数榜的头名，天天逼自己走1-2万步，这完全是本末倒置。散步不是比赛，最合适的标准是走到身上微微发热，皮肤渗出一层薄汗，说话有点小喘，但还能顺顺当当把一整句话讲完。到了这个劲头，身体的代谢就已经彻底被点着了。最后走路的姿势比距离和步数更要紧。现在很多人走路爱低头盯着手机，这又危险又伤身，看不清路容易磕碰摔跤，低头还会给颈椎压上一座大山，肩膀和后背的肌肉绷得死紧。正确的姿势是走路时把头抬起来，两眼平视前方，肩膀自然往下沉，挺胸收腹，两条胳膊跟着步子前后自然摆动，这样不光护着颈椎和脊椎，呼吸还更顺畅，锻炼的效果才算真到位。说到底，健康真没大家想的那么玄乎，也犯不上花什么大钱。有时候最灵的药偏偏最简单，它就实实在在的踩在咱们脚底下。从今晚开始，不妨试着吃完饭放下手机，换上一双跟脚的软底鞋，迈开腿走出去。要不了多久，身体就会用看得见的变化回报大家这份坚持。要是觉得今天聊的这些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个赞，订阅咱们的频道，往后就能第一时间收到实用的健康干货了。要是你在饭后散步里也有过身体变好的神奇经历，或者对走路这事还有啥疑问，特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唠唠，咱们一块儿交流。祝愿大家身体硬朗，家里和睦，夜夜都能睡个安稳觉。